各位好，歡迎來到本期的美股坐標系。這個週末 ，AI 產業又出現了一個非常關鍵的信號。據媒體報道，英偉達已經通知部分大客戶，從明年年初開始，搭載 Grace Blackwell 和 Vera Rubin 的 AI 服務器，價格很多情況下將上漲超過 15%。注意，這不是英偉達所有 GPU 統一提價 15%，而是整套 AI 服務器價格上漲，而且漲幅會隨着芯片世代和內存配置變化。表面上看，這只是一次漲價，但真正值得討論的是，當一台 AI 服務器已經貴到這種程度，英偉達還敢繼續漲價，說明 AI 需求仍然強得離譜。可另一面，連微軟、谷歌、亞馬遜、甲骨文這樣的客戶都要面對更高成本，那麼 AI 這場資本開支競賽還能持續多久？所以今天的問題不是英偉達能不能漲價，而是英偉達漲價 15%。到底是 AI 產業接近頂峰的信號，還是下一輪產業擴張真正開始的信號？這次漲價暴露的並不是 GPU 短缺。過去3年，市場一談 AI， 第一反應就是 GPU。誰有 H100， 誰有 Blackwell， 誰就有算力。但現在產業鏈正在發生一個變化 ，GPU 仍然重要，可真正卡住 AI 擴張的已經不只是 GPU。這次服務器漲價最直接的原因是內存。AI 服務器不是一顆 GPU 插上去就能工作。Rubin、Blackwell 這種平台需要大量 HBM、高容量 DRAM、SSD， 還需要高速網絡、交換機、電源、液冷和整套機櫃系統。GPU 性能越強，對周圍所有組件的要求越高。Micron 今年已經明確表示 ，AI 相關內存供給仍然緊張，而且這種緊張可能持續到2027年。公司甚至拿到了大約220億美元的長期供貨承諾，客戶願意提前鎖量，接受價格底線，本質上說明一件事：現在最值錢的不是便宜，而是你到底能不能交貨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英偉達敢漲價，它不是簡單利用壟斷地位多賺 15%， 而是整台 AI 服務器的成本結構都在上移。所以這次漲價更像一個產業信號。AI 正在從搶 GPU 進入搶整個系統的階段，英偉達更強了，但替代方案也更值錢了。英偉達上一季度收入816億美元，其中數據中心收入752億美元，同比增長 92%。更誇張的是，數據中心網絡收入達到148億美元，同比增長接近 200%。這說明今天的英偉達賣的已經不是一顆芯片，而是一整座 AI 工廠。GPU、CPU、NVLink、InfiniBand、以太網、軟件、機櫃全部綁在一起。這也是為什麼英偉達能夠把成本上漲傳遞給客戶，它真正的定價權來自整個系統，而不只是 GPU。但漲價一定會帶來副作用。當一整套英偉達方案越來越貴，谷歌 TPU、亞馬遜、Trainium、Meta 自研芯片以及 Broadcom 參與設計的各種定制 ASIC， 經濟性都會相對變得更有吸引力。這不會馬上動搖英偉達 CODA 和完整的軟件生態仍然是一道巨大的壁壘，但未來 AI 算力市場很可能出現明顯分層，最頂級模型訓練繼續大量使用英偉達，而規模更加龐大的推理業務會越來越積極尋找低成本替代方案。所以英偉達漲價對 NVIDIA 本身短期代表定價權，但對 Broadcom 這一類定制芯片和網絡公司反而可能形成長期催化。存儲，它可能才是漲價背後最大的贏家。很多投資者過去一直把 Micron 看成傳統週期股，但這一輪 AI 正在改變內存行業的利潤分配方式。以前 DRAM 的邏輯非常簡單，價格漲，廠商擴產，產能出來以後供過於求，然後價格暴跌，再進入下一輪週期。HBM 沒這麼簡單，它需要更先進的封裝，佔用更多晶圓面積，製造複雜度更高，而且 GPU 每升級一代，對容量和帶寬的要求還在繼續提高。更關鍵的是 ，AI 服務器不僅需要 HBM、Agentic AI 真正大規模運行以後，模型需要不斷讀取上下文，調用數據庫，保存狀態。這意味着服務器 DRAM 和企業級 SSD 同樣會被拉動。AI 正在把存儲從以前的配角變成整個系統裡的關鍵瓶頸。如果未來服務器價格繼續因為內存上漲，那麼市場應該重新思考一個問題：產業鏈裡最強的定價權未必永遠只屬於英偉達。有時候，真正賺錢的是那個所有人都缺，但誰都繞不過去的零部件、基礎設施。下一階段真正缺的是電，不是芯片。
再往下看，事情就更有意思。AI 服務器可以買，但買回来以後必須有地方放。一座数据中心真正建起来，需要变压器、開關設備、UPS、配電系統、液冷、冷卻塔、備用電源，還必須拿到足夠的電網容量。Vertiv 二季度銷售額同比增長 24%， 並把2026年有機增長指引提高到 30% 到 32%。Eaton 二季度 Electrical Americas 滾動訂單增長 41%， 整個電氣業務積壓訂單同比增長 43%。這些數字說明 AI 資本開支並沒有停，它只是從 GPU 繼續向電力、散熱和數據中心基礎設施擴散。今天限制一座 AI 數據中心什麼時候能夠真正上線，很多時候已經不是英偉達什麼時候交芯片，而變成了變壓器什麼時候到，電從哪裡來，液冷系統什麼時候裝完。這也是為什麼這一輪 AI 投資和2023年已經完全不同。2023年市場搶的是芯片，2024年開始搶服務器，2025年網絡和高速互聯成為新的瓶頸，到了2026年，真正爭奪的是電力、土地、冷卻、工程能力以及整個數據中心的交付速度。如果這個判斷成立，那麼 AI 行情自然也不會只剩下一隻 NVDA， 它會越來越像一輪巨大的工業基礎設施週期。真正的風險也不是一點沒有，也從這裡開始。多頭看到的是需求，空頭看到的是賬單。今年幾家最大的美國雲廠商資本開支預計已經超過7000億美元。亞馬遜把全年資本開支預期提高到大約2200億美元 ，Alphabet 也提高到了1950億到2050億美元。然後服務器現在還要再漲 15%， 意味着同樣的錢未來能買到的算力反而更少，這才是 AI 真正危險的地方。問題從來不是微軟、谷歌有沒有錢，而是這些新增資本投入最後能不能產生足夠高的回報。如果 AI 收入增長速度追不上折舊、電費、融資成本和服務器價格，那麼今天看起來瘋狂短缺的設備，幾年之後完全有可能突然變成過剩資產。而市場已經開始看到這種壓力，按照目前的資本開支路徑，到2027年，大型雲廠商的資本開支甚至有可能超過他們創造的自由現金流。所以，英偉達漲價不是一個單純的利好，它同時提高了整個 AI 產業的盈利門檻。以前，一個 AI 項目只要證明有人用，資本就願意繼續投入。接下來不夠了，它必須證明這些用戶到底願意付多少錢。對 AI 產業來說，這更像第二階段的開始。但對所有 AI 股票一起漲的時代來說，反而可能正在結束。第一階段非常簡單，只要和 GPU 沾邊，市場就願意給估值。第二階段會殘酷得多，資本會沿着真正的瓶頸尋找利潤 ，GPU 越來越貴，資金就尋找定制芯片 ；HBM 短缺，資金就追蹤存儲；單個機櫃功率越來越高，資金就尋找液冷；數據中心沒有電，資金就尋找配電。變壓器、燃氣輪機、燃料電池，甚至核電。雲廠商自由現金流開始承壓，市場就會重新計算誰真正擁有 AI 變現能力。所以，接下來判斷 AI 行情，我會盯5件事。第一，英偉達漲價以後 ，Blackwell 和 Rubin 訂單有沒有出現明顯延後或者砍單？第二，Micron 以及整個內存行業的供應緊張，能不能真正持續到2027年？第三，微軟、亞馬遜、谷歌、Meta 是不是還在繼續提高資本開支？第四 ，Vertiv、Eaton 這一類基礎設施公司的訂單和積壓訂單有沒有繼續增長？第五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項，雲廠商 AI 收入增長最終能不能跑贏資本開支和折舊增長？只要前4個繼續強，第5個沒有惡化到失控，這輪 AI 基礎設施週期就還沒有真正結束。但如果有一天我們同時看到 GPU 不再短缺，內存開始降價，數據中心項目延期，同時大型雲廠商第一次集體下調資本開支，那個時候才是真正需要警惕的信號。英偉達這次漲價 15%， 不是在告訴我們 AI 已經太貴了，它真正告訴我們的是 AI 已經從一場芯片行情進入了一場全球基礎設施爭奪戰。這一輪最大的收益可能不再只屬於賣 GPU 的人，而最大的風險也不再是 AI 技術失敗，真正的風險是資本回報率最終跟不上投入速度。所以現在押注 AI 本質上早就不是押注 AI 會不會存在，而是在押注一個更難的問題：
這場數千億美元級別的基礎設施建設，最終能不能創造出比它更大的現金流？這才是英偉達漲價15%之後，整個市場真正應該問的問題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內容，咱們下期見。